那是什么？是张冰秀传纪念医院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Go go go！ 抵达喽！原来是伊萨刀中心。受影响的神经元呢，它没有人可以帮它做多巴胺出来的，它的多巴胺就会变少，就会变成颤抖、运动功能减退、相应这些事情。那帕金森这个病的话，其实比大家知道的还常见一点。这个在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知道的是1%，80岁以上的到4%。台湾的盛行率大概10万人中150到300人之间。略低于西方国家，那为什么会略低？因为在台湾其实真的因为帕金森来就诊的病人很少，我自己也在门诊遇过。其实我看到他出来，我就知道这个人是帕金森的，但是病人就也不是很想承认，他其实是有点拒绝这件事情的。他说他就是老了而已，但是有点可惜啦，因为帕金森越早治疗，其实它的功能退化会减缓的非常多，越早发现的话会越好这样子。那其他国家其实是他们会差一些，可能觉得有些障碍就去就医就被发现，但是其他国家就医并没有像台湾那么方便，所以实际上呢，大家都觉得65以上的人口应该超过2%以上是有的就是100个人年至少有2个人以上是有的。那我们现在又是高龄化社会80岁以上人到4%。所以这个数字又会再往上这样子。好，那帕金森氏症会不会遗传？95%都不会，5%的会而已。那个5%一般来说发生的年纪都非常的轻。他们的跟遗传有关系的帕金森氏症呢，一般都会在40岁之前发病。那这个40岁之前发病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。那40岁前发病的帕金森，其实严格说起来也不是大家所熟知的帕金森，他们病程进展会比较慢，对药物的反应也不一样。那不过他们的话就是会遗传。那95的帕金森呢，都是我刚才说的环境因素，然后毒素的累积，可能还是比较占大部分的因素。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帕金森呢，不要担心说会不会有遗传啊，小孩子会不会，这个是不用去担心的。一般来说还是跟环境比较有关系。2000cc， 体重太轻的可以不用，正确的算法是30乘以体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是70公斤的话，它就是喝2100。那它算大家可能是算65，所以那就给你算2000比较好记这样子。那你要记得，如果体重比较轻，就是直接用30去乘。如果你50公斤的话，可能1500以上就可以了。2，青菜要吃，这个其实也蛮重要的。3，不要说不吃油很多我们台湾的人都会养生卖加修油，但是其实油会在倒沙缸，不只是说它会增加便便，其实我们脑也都是油脂构成的。其实吃适度的油还有助预防失智症这样子。4，运动，这个等一下我们下一堂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会跟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。运动非常重要，所以我要再讲一次运动本身不只可以改善便秘，动作迟缓、平衡感不好、走路慢，也可以靠运动去改善。那目前的治疗方式呢有2种一种是我们应该都有听过，是装晶片的。那晶片呢就是装在头上，植入里面，然后装电池。
去刺激原本已经快死亡的神经，让它做事情，有点像是雇机器人去当收费员去收费的概念。那第二种是伊萨刀管，它就不需要植入，但是它原理有点不一样，它不是雇人去雇收费站，它是直接把那些已经没有人的收费站打掉，所以那些变成路了，让你直接过去就好了。所以原理上会有点不一样。